那个，我们等一下开始，好吧？我们看段广告，你要准时开始哈。好，大家好哈，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直播哈。来，今天这个礼拜啊，非常的有趣哦。我们整个的世界上变化是非常非常的大啊，我们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就要认真的讲看这个很多影响，这影响不是在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影响，而是在于说它背后带来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好，那现在还是几件事情要宣布哈。第一个，我们春季补运法会天赦日补运法会啊，因为我们是在5月20号开始举办，所以是说呢，今天晚上12点我们就会关闭了我们的报名通道，因为这次报名人多，那还有老师这做的科仪啊是比较完善的，所以是说我们一定得准时的收官，好不好？因为我们这次报名啊非常简单，很多朋友都知道勾勾勾点点点，就是付钱结束，不用像以前一样。基本上你只要填一次报名表，以后都不用填了，也不是不用填了，就你自己个人资料不用再填了。那这个安不安全呢？保证安全，好不好？老师所有的东西啊，我的后台啊，你是一般人进不去的。那这个防御措施啊，我都是分散防御的，所以说呢，非常安全。你不用想别人会跟你打电话去说啊，叫你做什么，没有哈，任何的不是老师跟你亲自跟你联系的，好，那一定都是假的，只有我亲自跟你联系的才是真的，好吧？好，第二件事情是我们的6月份的时候，现在5月中了嘛，啊，因为过2天我们要法会，比较忙。那我们6月的时候啊，老师会推出我们《西游记》的全集的有声书，那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有趣的啊，老师用倒叙法。那呢，这个名称啊，到时候老师会开放免费的试听哈，也就是说呢，它可能会有30到50集这么多，那么前面可能会有3到5集的免费听。那你听3到5集觉得 OK， 你再买嘛。那价格贵不贵？不贵哈，那价格不贵，699台币，就这么便宜，好不好？30-50集的这个《西游记》啊，就699，很便宜的啊，口碑场，好不好？讲口碑场。然后呢，我们7月份啊，现在目前已经确定了，我们7月份啊，我们会推出我们的一个姓名学啊，本门的姓名学啊非常厉害，但是老师会按照阶段教你，好吧？一次给你教过去，教你。所以说以后你看任何人啊，比如说你拿到名片，就知道我怎么跟这个人去谈啊，这个是可以放在里面的。所以各位，我们7月份推出姓名学，那么这个很多人跟老师问老师，你要教易经，易经我是会教的，好吧？易经我是会教的，一定是会教。那在9月之前，我会把它推出来。但是易经啊，不是教你怎么卜卦，然后是告诉你是说它是个学术课程，每一个卦里面呢会有6个爻啊，那个爻到底什么意思？然后这个是用学术的讲方法讲给你听。因为说真的啦，很多人都会用易经去占卜，很多人会用那个爻卦去占卜，对不对？占卜这个事情很简单，但是你懂不懂那个卦的意思呢？是不是？你看原文你也看不懂啊，对不对？我看得懂是因为我他妈花钱了。哦，花钱了、我怎么看得懂呢？我当然也看不懂啊，对不对？我得花钱呢、所以说每一爻会慢慢解释给你听。所以说呢，易经原则上啊，它会有大概64集、64卦嘛，64集到70集左右。我们一集讲一卦，以后你要去检索的时候也方便。那因为老师是后面我们的那个课程系统啊，里面会有助教，所以是说呢，你只要学完了，你去听助教。哪一天你不懂了，叫助教念出来给你听，也是一个方法。但是我还是希望各位，这个易经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的状态。你没有去了解易经的内容啊，其实你在人生路上啊走很多白路。我告诉你，真的懂易经啊，是懂得怎么去变通。因为易经64卦，卦卦不一样之外，它里面还有6爻，说它一直不断的变化。你要能够把自己能够顺着时间变化，易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知识来源。其实很多的科技啊，其实基本上都基于像易经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二进制吗？也不能算是二进制，它的一个思考逻辑，所以你懂了那是比较好的。但那个卖的也是很便宜啦，好不好？就这样子。那最后一件事啊，老师跟各位去征询啊，看各位有没有这个意愿。很多人呢就说，哎，老师你会开发这个，那怎么样去开发这个？我们现在用 AI 去开发这个，老师是有想过教各位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啊，我该怎么讲好了？老师可以去开这个课，但是我要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需要。就是说，无论开发网站、开发系统，我是可以告诉各位你用 AI 怎么去开发的。那开发一个系统啊，它需要是很多的部分，无论是前端、后端，还有就是说你的设计。那这个部分呢，就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教，因为你要开发一个完善的系统啊，你就包含它的美观啊，或者是各种东西去做，你就必须要引用到 AICG，也就是它的一个影片的变化。所以说啊，你要开发自己所能用的，或是你公司所能用的，那我大概率啦，我们会开的是线下课。既然是线下课，那么大概率是开在台湾那个中国能不能开我不知道，因为要有学生你知道吗？没有学生我也开不了。
为什么不在网络上呢？因为在网络上我开这开发课我没有办法直接到你身边告诉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懂我意思吗？开发系统它是需要立刻解决你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我在网上讲完然后你就会开发，不可能，我告诉你真的不可能。我跟各位讲一件故事1分钟讲故事。我之前开发良辰吉时的时候，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我告诉你，那个开发良辰吉时，我是一页一页手说出来代码。那个虽然有 AI 帮忙，但是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我得自己去摸。所以当时我焦虑到什么状况呢？不要说我是老师，我就不会焦虑，我还是会焦虑，因为我们一直想这个code怎么去解，金英老师也帮不上忙，我会就一直不断去抓。各位看我那时候直播还 OK 了，我告诉你，在那个时候我全身没有一块好肉，因为我会不断的去抓，我全身上下连包含脚都是疤，都是抓伤，都是疤。那是非常焦虑的，那不要小看了，那个是非常痛苦的。我睡的跟醒的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对大家有用，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开发完。但是呢，各位，如果你跟我学，你就不用开发，不用学那么久的开发。但是这个课程很贵，因为我跟季老师都必须一起去教你，你才能够学得会啊。我负责前端后端，他负责是 AICG。那这个东西来呢，可能我目前可能你的价格至少可能都是台币5万以上。好，那你可能要学3到5天的时间。那这个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兴趣学哈，因为我教你，你就可以在我的面前把你的系统开发好，就是你自己可以用的一个系统而不是说你随便叫一个 Codex 或者 Cloud Code 你就可以学完的事情。没有，系统不是这样看的，你要懂得它很多的一个环节在这边，然后你才能够做出你自己的系统。而且这个系统要是怎么样呢？它必须要你自己未来可以维护，可以新增功能。不要说你开发完了，你自己不能新增功能，你不能维护，还花钱找别人，那不是白搭的吗？这个时代就是你自己开发完了，好处就在哪里了？就是你自己可以维修，你自己知道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去哪里去修，你怎么让它升级这个就可以教。不过这个蛮贵的至少5万块以上问题未来各位有需要，让我们再做个问卷吧，好吗？好，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就开始因为今天这个整个世界的变局那是非常非常的大，我们要怎么看这个变化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好吧？那首先呢，我们要说这次的这个整体来说，我们看到就是说中美之间他们本身已经进行了会谈。当时老师有跟各位去讲，中美的会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美国已经得到他想要的，那中国会尽量去配合美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大国博弈之间，大家把条件都讲清楚了，我跟你之间就是利益挂钩。这次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已经阔别了至少9年的时间，我们看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川普，你知道吗？川普老爷子他在这一次的会谈里面他展现的真的是一个正常人的风范，他不再随便脱稿演出，他手上甚至还会拿演讲稿去讲任何一句话。所以他那个开门会谈之前大家做那个寒暄在后面把门关上之前那个地方是川普可以不用稿，但是你看他在后面无论参叙或者任何状况他都会有所谓的看了稿然后去说他的一个话。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更重要的事情是这次中美并没有联合公报没有联合公报，为什么呢？这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中美既然没有联合公报，没有共同的声明，意思就是说互相都在考察期。中国不相信美国因为你美国你出尔反尔，所以说呢，我跟你做任何的公报、任何的联合声明都有可能你后面回去就改了。之前我就已经试过了嘛，川普老爷子第一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他随时随地都可以改，我想做什么那是我的一个事情。那美国会不会信任中国呢？美国当然也不信任中国，因为他到底能不能发挥中国他认为他应该可以给他的好处，或是呢在其他地方给他们帮助，那个美国自己也不确定。既然大家都不确定，那么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不要发联合公报，我们就各自表述。就说美国他在川普要回去之前他就说一句话说，中国他现在怎么样？他同意采购200架的波音大型客机，后续还可能追加到750架这个架数听起来很多，但是对中国的一个航空需求来讲它并没有这么的夸张因为中国现在虽然自己有自己的一个飞机制造能力，但是它的发动机还是不行这说实话还是这个样子，所以它还是必须要采购，比如说波音或者是空巴，它自己的一个系统其实能不能够短程可以但是你要长程飞行恐怕其他国家也不容易去放行它。加上这个之外呢，还有数十亿美元的大豆，数十亿美元大豆这叫小单各位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小单，都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单，但是至少就是说他拿回去可以去跟他的一个农夫去说这一次我取得了这些成果，是不是？我有这些成果，那中国表示什么呢？中国啥都没有表示。重点在这里中国什么都没有表示，他只是说什么呢？只是说中美
光的经贸关系啊，本质是互利共赢。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买卖我不否认，我不否认我要不要买波音客机，我不否认，那我也不否认我要不要去买这个大豆有没有这个事情，我们看后面才知道。所以意思是什么呢？川普要取得这些的好处，他就必须去还中国人情。意思就是说，你要我买东西可以，那你能给我什么东西？所以这次川普他讲话非常小心，甚至他还迫切去喝了一点酒，因为我们知道他高哥弗雷德啊，他是一个酗酒而亡的啊，这是他的自传里面啊，或者他的书籍里面呢，都一直不断的去提到这件事情，说他终身不饮酒。那这一次为了中国破例，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他突然认知到他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然后说他对整个世界要负责，说他愿意去为中国去抿一口酒啊，这抿一口酒啊，其实就有妥协的意味去存在啊，各位去了解，他这个是有妥协的意味去存在。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中美现在是真正的正在平等的位置上去沟通。过去如果不是平等的位置上的话呢，那很简单，就像之前的中美在阿拉斯加的会谈一样，是不是？那美国就直接要求中国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那个时候的代表人就说，你没有这个资格在中国前面去指手画脚，对不对？你不能命令我做什么事情，已经不是过去的美国了。所以美国真的如果他认为我还是最大的我不需要尊重任何人，因为我是最强的。所以说呢，他这个美国无论召见任何国家的总统都是趾高气扬的，就是连英国国王其实那个特朗普他也没什么看在眼里面，因为英国国王王室他没有实权嘛，他没有实权，他只有一个光环在，所以他敢跟他开一些下流的，不是说下流就是不得体的玩笑不是很得体的玩笑。那么那个查尔斯国王他也就觉得是说那算了，反正也就这样嘛，大家演个政治的戏，反正怎么样你都是堂兄弟嘛，对不对？英国跟美国本来就是一个那什么央格鲁的宗亲，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中国它未来3年它有没有可能真的去如川普所说，未来3年至少采购2500万吨的美国大豆，以及恢复采购美国的高粱木材，而且还有数百家美国牛肉加工厂的产品去输送到一直把它去采购，还有美国的石油跟 LNG 的采购。这能不能做这件事情呢？不知道不知道，他只能是说我回去表述，让我回去可以跟选民去交差。中国没有驳斥，那这个东西就产生了幻想空间。所以在后面状况之下，美国有没有邀请习近平回去美国去做国事访问呢？是有，但是呢是在9月。9月这个东西就很玄妙，为什么不是说你今天已经5月了，你7月回访？这个道理是有的各位，你说5月拜访，你7月回访，那这个是合理的。那你说8月回访有点晚了，更何况是9月，那这代表什么东西呢？代表是说美国也在考察，讲错了，中国也在考察美国，你是不是能够把你自己应该承诺给我的事情，你是确确实实的去做到。如果你没有确确实实做到，那9月要不要去回访美国，那也在许与不许之间，可与不可之间，我不是一定非得去不可，我只要说我没空，那么你也不能说我一定得去因为毕竟是2个平等的国家了，那么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我非得回访呢？如果说我们又陷入了比如说你关税战或者是科技制裁或者是台湾问题，那么我就不用去了。我不去，那么之前跟你承诺的这一些不要说承诺这些我们达成的地下共识的这些无论大豆、LNG、石油，甚至是牛肉这些事情，我们也在谈与不谈之间，要与不要之间。就像我们之前中国对美国的第1阶段采购，为什么没有第2阶段跟第3阶段？因为第1阶段就谈崩了嘛，对不对？你后面也没什么好阶段了，那个做完第1阶段就已经很不错了，后面也就没有了。所以说大国博弈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各位你一定要去了解它。第一个就是什么呢？世界已经认同中国跟美国是2个世界绝对主权的国家。什么叫绝对主权呢？意思就是他们2个举手投足是足以改变世界的存在。所以说没有人去调侃中国这次跟美国之间的一个互动，也没有人去唱衰说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互动，因为你没有办法唱衰它，因为美国需要中国，中国同样也需要美国。中国再强大，它还是需要美国的很多很多的原物料，或者是他们的科技产品，那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美国的强大是不可质疑的，它本来现在就是强大，这是肯定的一个事情。但是互利互存，这个是变得很重要。老大跟老二如果闹崩了，那么其他人就很难看了。所以这个我们要去理解，所以大家都认同了，中国是排美国之后，那这个已经变成双极峰，就是2个最大的国家的会谈，而不是说俄罗斯可以上场的一个事情。
因为这个之后并没有俄罗斯一起做三方会谈嘛。所以说俄罗斯啊，他好像在明天吧，好像是明天吧，好像是明天还是下个礼拜啊，明天就下个礼拜了。他也要去去中国去访问。在俄罗斯去访问的状况之下，其实就要去了解你习近平到底跟美国谈了什么事情。有些事情啊，不能建筑于什么文字，也不能建筑于那影音传输，都有可能被盗。两个人面对面谈出来，你到底跟他谈了什么？那我能不能分一杯羹？这个是不是就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如果中国跟美国谈妥了，那么中国对其他地方的私底下的输送，或是影响的世界原物料的格局就会产生了转变。那对俄罗斯来讲，那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状况，就必须俄罗斯还有其他国家的就得赶快的来去跟中国去瞧，是说你们现在谈了什么东西了？我们可不可以参与？我是不是游戏中的人？我可不可以跟你们插个花？这些都是一个讨论的空间。所以说，各位去记得很重要一件事，老师很多年就告诉各位了尤其是去年我特别讲这件事情，去年跟前年我跟各位大声疾呼这件事情，中国将会在迎来一个所谓的大唐盛世。为什么？因为大唐盛世它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叫做万国来朝。现在的中国是不是就是万国来朝的大唐盛世的景象？每一个国家你想干什么事情，你得派人到中国去，而不是说你单单纯纯的发个话，或是你们在外面谈个 FTA 的问题，而是你国家必须拿出正式的态度来拜访中国，然后来去讨论这些事情。那能不能见到习近平？那还是一说，那不是每个人可以见到习近平的。接待可能看你个10几20分钟，后面能不能谈到事情，那是两回事的。所以说，现在中国迎来就是万方来朝。这个东西可能台湾有些朋友你不爱听，但是没有办法，形势比人强。中国现在所站在的位置，就是全世界不但要去完美国之后，要跟美国去达成了一些所谓的一些互利互好的关系，他也得去跟中国去谈，我们能不能够互利互好的关系。这个是很实在的一个状况。为什么？因为中国是踩到二战之后美国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在二战之后的美国，它是世界上的工业中心。美国之所以强大，不只是它的石油美元的一个能力，而是它是二战之后，它是世界的工业中心。世界上最好的人才都在美国，无论你是犹太人也好，你是德国人也好，你是匈牙利人也好，你是西班牙人也很好，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要你有专长，你有能力，那你就可以在美国发光发热。这个状况就是当时美国万国来朝的一个盛世，就是我所有的东西我都接，只要你能够为我干事情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美国就走反了嘛，他现在就是要逐客论嘛，对不对？就是把这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不是？你无论你是哪个国家来的，我不管你有没有能力，你肯定都是间谍。所以说他搞什么？搞那个纯粹主义，任何搞纯粹主义的一个朝代或者是一个政体，必然都迎向来灭亡。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可以当做什么东西呢？可能在我们现在的文明之后，还有另外一支更高文明的推手，他就不乐于看到所谓的纯粹的民族的存在。各位，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状况。讲纯粹民族，大多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你说老师你这样乱讲话，那日本不纯粹民族吗？那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日本，好吧？那个不着急，我们都会讲到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这样中国就变成了一个世界万方来朝，我们就要看到它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而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最能够需要担心的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上面其实这个次就已经讲得很明白了这个我们老师还是表达我的立场，我是坚定拥护我们的政府，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我们拥护我们中央政府，台湾支持民主的灯塔这个是绝对要拥护的，因为毕竟他是台湾的民主金孙，我们仰望的一个世界英雄我们必须要去理解这件事情，这是老师我的立场，好吧，在这边跟各位宣布了。但是呢，在这个中美会谈里面就反而不是这一回事了。为什么在中美会谈里面呢？他就直接把窗户纸弹破了，因为他在开门会谈里面讲这件事情，台湾问题就是中美关系里面最重要的问题，这门都开了，所有记者都在，习近平就直接讲这件事情，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重要的问题，你要跟我谈什么，你得让我知道你把台湾愿不愿意怎么样，不要再去做更多的事情了，对不对？这很明白的事情。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我们就不用谈了。台湾问题你处理得好，那我们可以谈一下。那这个状况就变成是说，我们台湾就变成了一个那个刀板到什么砧板上的肉，大家要怎么去分这块肉？为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呢？因为我们要知道，美国即使投资都卖出去数十亿美元的大豆，但是台湾你去跟美国买的军购又值多少钱呢？会懂老师的意思吗？我们买军购肯定比数十亿美元还来得多嘛，那这一块钱我能够不赚吗？反正我收了钱，我也不一定要出货对不对？
说我们不要出货，为什么我不收这个钱呢？但是我收了这个钱，那我怎么去跟刚刚谈的那个中国去交代，跟习近平交代呢？对不对？收了钱我不出货，但是我也没办法交代啊，因为习近平会认为是说，如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收回来，他妈的你把我钱拿走，那你现在拿的钱是不是就我的钱？对不对？那也不行啊，是不是？说这个状况就变得很纠结，所以说现在就变成是说，台湾的问题啊，就变成美国要想办法怎么样欲放而不放哦，你要许与不许之间怎么样把它过渡掉？因为为了台湾这个地方啊，给它造成的问题会很大，因为台湾这边没有处理好，中国肯定会跟美国采取的是不合作运动，它每个东西稍微卡一点，你美国所有的一些战略物资啊，你就得被勒紧脖子一点。中美现在是互掐，我们刚才讲到它是疾风，就两个山峰里面互相的去掣肘，所以说美国去制裁中国，中国已经习惯了制裁这个事情是没有什么的。我告诉你，制裁的东西啊，一开始这么很痛苦，到后面都会习惯了。所以说，你像霍尔木兹海峡也是一样，为什么它又打起来了？可是油价却没有说变到200块钱呢？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你怎么打，它大概就这样的结果，就跟当时乌克兰被入侵也是一样。俄罗斯怎么打，乌克兰大概就这样的结果。所以说，金融市场的反应就刚开始很大，后面就还好，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制裁这个东西是可以习惯的，疼痛是可以被习惯的。会懂老师意思吗？这个疼痛是会习惯，一旦习惯，那这些事情你只要没有在这框架里面跳出去，最坏的我们已经有时间去想了。那你变好当然是更好，股市就好嘛，对不对？金融市场就好。那最坏到这个地方也就差不多了啊，不可能是说你今天变成250块石油，那也是比较难的事情，不能说不可能的，但是那个困难度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状况之下，特朗普就说一件事。他不希望看到有人试图走向独立。其实这边很简单，我没有说改变我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因为当时的那个当时我们那个台湾踢出联合国，然后之后的一个事情啊，中美之间谈判了，就台美之间谈判，当时中华民国也算中美之间吧。台美之间谈判啊，就是说他们就是不主张台湾可以独立，维持现状。那么这是川普把它放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说法是，我不希望看到有人试图的走向独立。这个东西啊，美国总统，你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讳！你怎么可以把我们的领导人说成是友人呢？不可以，对不对？我们伟大的领导人应该有他的名讳在，是不是？你敢不敢讲出来？你这个大国一点担当都没有，好不好？这样有没有表示老师的立场了？明白对不对？所以说啊，他说我不希望看到有人试图走向独立，也就是说呢，现在台湾有一些特定的一个族群啊。他所主张的任何一切，到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样的张力了啊！你基本上没什么张力了，那只能去给一些比较死忠派的说啊，你在讲场面话啦，对，台面上你在骗人嘛，实际上他做另外一回事嘛，大概都是这样子啊。老师也听过这些相关的传闻了啊，那也无妨啊，你相信就相信，不相信就不相信吧，那也无妨啊，那也其实也无妨，因为整个世界不会因为你怎么看。然后整个世界就改变了一个方向，不会，你能改变就自己的心境嘛，对不对？我心境好就是好，我心境不好，我看什么都不好，对不对？比如说下雨啊，下雨就觉得下雨很烦啊，发霉、潮湿啊，不舒服，对不对？但是换一个心情想，有些人就把雨声听当成白噪音，反而在下雨的时候，他看书特别专心，对不对？还有所谓的听雨轩，就是要去听雨跟观雨是一个什么文人的浪漫，是不是？你要怎么看这是一回事，你可以嫌弃它，但是你也可以欣赏它。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你要怎么面对你的人生？有时候只是在一念之间，你可以让它好，你也可以觉得它不好。但是国际大事不一样，该下雨的地方，它不会因为你不喜欢下雨而不下雨嘛，对不对？国际局势也就是一样的意思。你不喜欢晒太阳，但是夏天都会来，不代表你不喜欢晒太阳，然后呢太阳就不出来，就不会到夏天嘛，还是会。你能够改变什么？你搬去北极住嘛，对不对？搬去南极住嘛，搬去蒙古大草原去住嘛，是不是？那个夏天的温度也不过17、8度。那你可以去那边凉爽嘛。那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但是环境不能。所以现在目前大环境来看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整个对台湾的立场是非常不好的。甚至美国那边有传出一个消息，说什么呢？他消息就是说，台湾如果能够和平统一啊，走向公投，走向投票，然后呢统一啊，就是说白了吧，就像老师推背图里面讲的，台湾投降，然后中华民国投降。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达成？我不能说会不会啊。在讲这些事情，我可能要遭被不要说什么了。但是呢，这个事情也是历史上有没有可能发生的？那还是有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乌克兰、卢甘斯克跟顿内茨克，他们是独立，那宣布自己独立，然后再一次公投宣布并入俄罗斯。克里米亚也是一样。
所以说有没有可能经过投票然后独立，然后或者通过投票然后并入其他国家，这个是有潜力的啊，这个是有潜力的。但是其他国家愿不愿意接受，那是你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是有先例的，包含是什么呢？包含香港。香港事情啊，当时签约签99年，对大清朝签了99年给英国，但是呢，有没有当时英国本来就想99年要还给大清朝了？没有啊，你如果还是大清朝，我99年之后我再跟你续签另外一个99年，永恒的99年可不可以？是不是？但是再到96年、95年的时候就不行了，就明摆就是不行了，对不对？你整体来讲，中国的强大已经是有目共睹了。那你当然就只能把合约就还给人家，因为很多的工业生产你必须仰仗当时的中国。当时中国虽然还是不怎么富有，但是它的势头已经非常强大了 ，GDP 每一年5%、6%在整个飞涨起来。中国的强大不是从00后开始啊，我跟各位跟你讲，90后他们就已经开始了，因为当那个大革命结束之后啊，他们很多事情都在整改，整改速度非常之快，每一年去啊，每一年不一样啊，每一次一去，他们就成长更大一阶。所以很多人说00后他们才开始大改革，没有哈，那是你不知道的状况之下，人家都已经在改，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在整个世界现在来看呢，牺牲品啊，肯定就是台湾。那其他国家会不会被牺牲呢？当然也是有啊，比如说日本就容易被牺牲。那我们等一下来讲看日本，我老师看各位现在有什么问题。虽然没讲，川老弟你手上没牌了，所以说川普还有很多牌啦。即使他愿意放这些所谓的高科技设备啊，包含了艾斯摩尔的光刻机啊，其实中国现在毕竟它已经有了，国策已经定了，不会因为你的任何的想法而做改变。各位就知道美国的那个竞争特色很简单，就它对台湾也是这样，你没有的，我高价卖给你，对不对？甚至我不卖给你来制裁你。比如说我们之前是有所谓的那个这步枪啊什么东西的，国产的。但是啊，美国就不卖给你。当我们会国产之后啊，在研发新一代之后啊，新一代的时候啊，那美国就开放它的一个出口，然后让我们大量进口，然后让我们研发之路被堵死。所以说啊，其实基本上，这跟我们之前呢、在看中美贸易战的第一阶段，或是其他科技制裁的时候，我已经讲了，美国最好的东西就是开放给中国，让中国的科技起不来。你不能去掐他脖子，因为中国就是一个什么？就中国就是一个吃定就是一个不认输，你越要卡我，他妈越要突破你。对不对？我就是一个你硬干的一个状态，因为中国并不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名气是很容易去凝聚的。你越要卡我，那我就越去提醒，是说二战的时候怎么样被你们欺负，那么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呢？对不对？还有韩战，对韩战的时候，那个美军杀了多少中国解放军，那你要卡我，那我国仇家恨，我越不要给你去弄。而当你愿意给我，我有了，你当然越要给我的时候呢，我反而不要你的，因为我觉得我还可以再突破，我还可以再强一点，那我不接受。我当时应该是先给他，可惜美国白宫没有看我的节目嘛，看的话就知道，先给中国，给他越多，他越不会发展，因为贪啊，我只要能够先用的，我就不要是自己花钱去做。中国人还是有个贪的本性，你要遇到人性的贪婪，满足中国人贪婪，那么什么都可以去讲啊。这个其实没有做好，不能只有意林跟读者去洗他脑，对不对？520有没有管到自己嘴巴？他讲什么结果不会改变啊？其实真的520他讲什么，对现在的态势已经没有办法去改变了。我没有说谁了啊，我没有说谁啊，大概结果是这个样子的。奇门遁甲课程还是一句话哈，那奇门遁甲我只会收面授，我不可能开线上课程了。奇门遁甲要开不会这几年，但是一定是你其他课程已经学到精了啊，出师了，那么我才会从这些学生里面去挑可以接奇门遁甲的学生，好吧？奇门遁甲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东西，好吗？如果3个月内观察，其实观察是有的哈。两岸财产比例配置多少最优化？大陆30，台湾70。台湾其实你在哪里生活，不是各位你要去理解。我知道你对地缘政治非常的敏感，这个东西老师跟你讲实话，你在哪里生活，你就哪里放多的资产，就这么简单，对不对？你在哪里生活，比如说老师在台湾生活，我肯定最多的钱放在台湾嘛，对不对？因为我要养家活口啊，是不是？对，那个就是一定得放到台湾啊！你在哪里生活，哪里就放得高，那没有什么。你另外地方就是啊，比如说你常去美国，像老师很多课的他在美国，他美国资产就很高。为什么？台湾有资产，但是美国资产更高。为什么？因为他的第二代已经在美国扎根了。那么台湾资产有哦，还有大概7、8千万。那美国那边可是5、6个亿啊，换算台币是5、6个亿。那当然他在那边留得多。就他问我说要不要处理台湾资产，我说你要也不要都没差，反正。你不回来就卖掉，你要回来再留嘛，那这个东西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说，两岸资产比就在于你要在哪里生活
啊。如果你没在大陆生活，那你就留个10万20万在那边去旅游的时候可以用就可以了啊，除非你有其他打算了。你不要跟我讲你要去那个去大陆自产啊，那个就有点疯狂了，好吧？不好的事情。这几天桃园机场人多不多？我不知道啊，我哪知道？我怎么知道多不多？你问我哪知道？我跑去桃园机场干嘛？啊，感谢曲老师，感谢曲老师啊，感谢曲老师赞助哈，我们百万网红的曲老师。神州空间站啊，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哦，那个神州空间真的是很厉害，好吗？金英老师哦，金英老师，对了，金英老师今天他没有去更新周报哈，因为金英老师现在是上吐出彩虹，下也上吐下泻中哈，所以说他现在没有办法去今天更新啊，这也是他好几年来第一次漏更了啊，因为他基本上还会晚更或者隔日更，没有不更的，但是这时候没办法，因为他就2天没办法好好的离开马桶了。又发烧，他发烧到39度，快39.5度吧，去医生看了啦，但是呢，医生也给他吃一些很奇怪的抗生素，然后也只能说他不是流感，但是什么状况就到现在不知道，送急诊了，结果也是这样，好吧？各位请体谅一下金英老师他这个礼拜没办法更新，下礼拜才能更新，好吧？懒得说出来个校长的名字我不知道你说谁，我完全不知道，好吗？我完全不知道。莫名说这中美共同敌人，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失控啊，这个我不同意这个我不同意。台湾分裂势力会成为中共的要害，这个也不同意这个也不同意。当然我不知道是谁了，好不好？这个我不知道，我只是说我的看法。如果在这边要共同的去看的话，我不同意。第一个，人工智能会不会失控？目前来讲，你要失控的概率就小概率的失控，就是说他可能自己去，你把他的 BASH 打开，你把他那个权限打开了，他自己去做推论，然后他自己一个一个去找，那他就不知道怎么知道什么叫收手，那就是你权限有没有设定好。但是你权限即使完全没有设定好，你自己只要做好区隔，那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老师自己做的一些现在做的所有系统都不会只放在一个地方存储，好吧？我的保守策略就很简单，所有东西我都不会放在一个地方存储，所以各位这样你也不会只有在我主机里面存储，哪天我主机爆炸了，被他入侵了，他也看不到各位的资料原因就在这里这个存储部分呢是比较安全的。说第一个 AI 失控那个比较难，台湾分裂势力已经是变成什么了？台湾分裂势力基本上，我不说你是哪个立场的，我就说一句话这都是可控的都是可控的，因为没有人会把自己饭碗去开玩笑说真的，你说分裂势力最厉害就在香港的黑港事件嘛，黑港事件它的一个活动量够大了吧？那简直是已经把美国的 CIA 或者他们其他的所有的能力都使出来了，但是黑港能够对中国造成什么影响吗？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影响啊，对不对？解放军的军营在那个地方，有没有人去攻陷它呢？没有啊，是不是？有没有去把解放军驱逐出境呢？武警驱逐出境呢？也没有啊。为什么？因为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你做不到。说分裂势力它只能打打嘴炮，实际上它对整体的环境来讲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好吧？没有任何的影响。我说真的啦，那个是没有任何影响。你能干什么？你除了去叫嚣之外，你能做出什么实质的状况吗？没有办法嘛，对不对？没有办法嘛，是不是？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你岛内可以啊，你其他地方你不行的，好吗？那各位你要去注意到一件事情中国的那个好像是夏津吧，夏津大桥他们已经拟定了一个阶段性的，所以说我还是认为2024年的前5年跟后5年也就是在2024到2029年两岸必然会统一。那按照我解出来的推背图我的认为是这个我们这边投降的概率是高，也是和平统一的概率高这个是我的看法，也有可能小打一下和平统一因为小打一下就是有些地方小战损嘛大部分人没事嘛这是最好的结果。要死军人，好吧？这个人家说你怎么那么没有同情心，都没有爱护自己同胞？不是，军人的工作就是为我们牺牲，好吧？军人的工作就是为我们牺牲嘛。各位，像5月你有没有缴税？你缴的税要给军公教，对不对？教师负责为我们养育我们的下一代，是不是？不要说教育我们下一代。对不对？那你军人是为了什么？为我们牺牲，保家卫国去牺牲，所以要死军人，这个是最好的结果，好吗？这是这样的状况。好，那我们接下去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就注意到的事情是什么？是日本日本它在一个中美的会谈期间它向东海和南海方向传来了什么？传来的好像是试射这个挑衅意味的导弹试射在5月6日的时候他们去试射了一个导弹。那这个状况呢，其实对美国来讲它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我跟你来去做联合演习基本上你要去做什么事情，基本上美国到哪里都试射，他没有人去管他美国有没有去试射导弹的问题，没有人去管美国，好吧？这个没有人管美国的这个事情。但是这里面如果是说你是日本的舰队
你去绕到台湾海峡，那它原本是说你要绕到台湾来去做宣誓的，本来你可以很快的10个小时里面你可以去通过台湾海峡的，后来你用14个小时，代表说我可以在台湾海峡里面畅行无阻，你无法阻止我的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有谈论到这些事情。所以说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说，他这个中美会谈之间，日本想找一个不痛快，因为你太痛快了，那我日本是会被牺牲，而日本是不是真的会被牺牲呢？实际上来讲，其实对日本来说啊，他一直都是被牺牲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从之前广场协议就知道了，日本你好不好对美国来讲一点都不重要，它重要的事情是日本你能不能当我的临时血包，你能不能在这个所谓的亚洲地区替我去生乱。而其他部分呢，它愿不愿意给日本一些好处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为了这过去的30年，美国给日本的好处基本上是屈指可数。我们真的很公平去看，真的屈指可数。你说老师不对，美国给日本，比如现在的丰田啊，一些汽车零件啊，都是免税的，对不对？那怎么不是给日本好处呢？你要去看，这对美国的好处更大，因为美国人他没有车不行，如果他有一个很便宜的车子可以开甚至很便宜的车子可以去替换。然后呢，跟他们所谓的宾士、BMW 或是一些保时捷去做区隔，国民车有国民车，是不是？高档车有高档车。那么这个对美国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加上美国自己本身的一些福特或其他的一些通用，他们本身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力了，因为很多产业都外移了。比如底特律吧，它现在过去是汽车城，现在也没有了，对不对？它就变铁锈带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在生产，就变铁锈，放久就生锈了嘛，是不是？说变成说日本就给他一个很廉价的东西，说你给他一定的好处的前提是他必须要利于美国，如果对美国没有利的事情，那他就不允许日本去做。比如说日本为了让他自己的汇率不要太惨，所以他就不断的想去抛售美债，然后来买回日元，这样子日币就可以止跌回涨。那这样子日本去采购其他国家的东西的时候啊，他就不用花那么多代价。但是他每次卖到一个境界之后啊，美国就会阻止你继续卖美债。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卖美债，那你市场上面你就变成你旧债去冲击到新债，因为旧债你快到期了，那我买旧债我不是可以直接有好处吗？那我买新债干嘛？现在一开始重新计算，对，5年、10年、20年，那我干嘛呢？我不如买日本的旧债，那对美国发新债会有影响。所以说啊，现在美国对日本来讲啊，其实很简单一个只要在美国里面啊，能够在中国家门口啊充当绊脚石的角色就够了。那既然是绊脚石，你就是一个石头，那么对于美国来讲，日本并不是这么的重要。虽然日本一直希望强化他自己的重要程度，但是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去狐假虎威，因为美国不会给他真正实质的好的帮助。所以即使说美国总统川普他在回程的过程之中啊，跟那个所谓的高市早苗通了15分钟的电话。通过15分钟电话，你以为他们15分钟都在谈事情吗？没有，翻译这个过去转成日文转成英文啊，你就得了5分钟；英文转成日文又5分钟，对不对？剩下能够谈的事情大概也就5分钟了，好不好？那5分钟能说什么呢？就是说按照高市早苗的模式啊，因为他是第一任嘛，第一任的首相，他可能很多事情不理解，他只能是说，希望我们保持两国的友好。那后来发出来的稿也是这样那个美日之间呢会保持一个友好的跟一个互利互助的一个状态，你只能找一个宣言。那当然，这样的高市早苗就可以拿这个鸡毛当成回日本宣布的利剑，但是呢，实际上是不行的，因为日本民众现在不买单，所以高市早苗他过去即使高达65%的支持率，到现在也慢慢降回到50%。其实日本的当执政者通常都不会被日本去太会接受的啦。所以你说50%会不会跌很多？其实我还是觉得全日本大概率还是支持他的。虽然他的支持率啊现在跌很多是在年轻人跟妇女上面，因为他觉得给他很高的期待。很高的期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上任就立刻把事情都解决掉。比如说有人说立刻可以2天把蜀换全部台北市的蜀换就解决掉，或者有人说我上任隔天的乌俄战争就可以结束掉。这种事情叫做年轻一代想看到的。还有就是说女性选民想看到的，他们要看到就是立竿见影这4个字。但是政治上有办法立竿见影吗？我告诉你，这么多年以来我就看到一个，他是可以是说上任之后立竿见影，立刻去做的事情是谁？柯文哲。我不要说我支持柯文哲，我不支持他。可是为什么我说柯文哲呢？因为他拆了所谓的中孝东路的公车道嘛，对不对？中孝东路公车道，他就把它拆了嘛，算不算立刻做？还算立刻做，真是立刻做，上了1个月之内就做这件事情了。是不是他立刻就拆了还有那个所谓的引道他就拆了真的上任立刻做，我看只有柯文哲。他这样算做的是有没有用呢？我说真的没什么屁用。我说真的啦，我不认为他做这件事有什么屁用的，说真的。但是他有没有立刻去做？有去做啊。所以说政治是什么呢？政治是我上去之后我就不一定要去兑现嘛。我前面答应你的事情，我后面只是说我尽量再做，要有时间性嘛。
对不对？民选的政府就是这样，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不需要做，因为我4年之后我不知道会不会继续上，那我为什么要去做呢？是不是？那我能够做4年加4年的，我也不用担心这个什么你的承诺有没有做到了，因为我最后一个4年我不做了，那我答应你的事情自然也可以不算数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是选举制度蛮有意思的事情啊，他不需要承诺你什么，他跟你承诺都不需要去兑现啊，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说日本的年轻人跟妇女，他觉得是说你为什么没兑现啊？不然本来就不能兑现，好吧？这个本来就不能兑现，本来就是我们慢慢的去看，然后看整个经济有没有什么改变。所以说啊，这个日本态度啊并没有那么好，但是韩国呢，韩国就不一样哈。韩国来讲啊，其实按照他们这次的中美的会谈之后啊，韩国跟日本是差异很大的。韩国反而是什么呢？韩国反而是站在一个什么乐观其成的态度。为什么乐观其成呢？为什么他不会跟日本一样很紧张呢？因为很简单，当中美的关系好，那么代表了你的贸易的关系就会好。韩国是什么国家？韩国它本身是没有什么产值的国家，你要天然资源也没有啊，要什么也没有。你要什么？连光他们泡菜都从山东去进口的，你说它有什么呢？目前为止就只有他们的半导体跟高科技产业哦，那个是可以的，因为你看到韩国电器你都得在中国收摊了，是不是？因为它做不赢小米嘛，也做不赢美的电器嘛，是不是？做不赢中国本土厂商，那你要做高端的，你也高端不到哪里去，因为电器就这么一回事，你再高端也就这样。啊，也是这样，所以他干脆回去专门去做什么？专门做半导体产业。那么在半导体产业就陷入到中美的科技制裁。那么如果中美如果好了，代表是说呢，美国不大会去一直去限制或者制裁中国，因为你制裁中国，中国制裁回来对美国没有好处。但如果是说他已经开始和谈了，那么他的经济啊，包含他们的半导体啊、汽车啊、造船啊，很多事情啊，哦，他们就可以去说，哎，我们就可以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复苏的空间，因为你们不互相制裁了嘛。那我身为你们的共同提供商、共同供应商，那我是不是就有更多的做生意的空间？所以说韩国来讲，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它最希望的就是亚洲稳定，它最不想看到了呢，就是中美的互相的制裁，因为我什么地方都不能做，我站在美国那边，中国讨厌我；我站在中国这边，美国讨厌我，那我两边不是人啊。说韩国啊，应该是他们文化来讲啊，哦，这个1000年以来啊。都是亚洲的附属国啊，尤其是这个中国当朝的附属国，几乎都是这样。即使到现在也是一样，那是因为美军基地在那个地方啊，不然的话，韩国啊，这个它的身段之柔软了啊，那真的是会非常软的。而加上韩国本身呢，也是因为他们的财富啊过于集中，所以说啊，他们很需要像一个稳定的地方，让他们自己赚钱不会受到影响。然后这个韩国是比较特殊，跟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长期来看呢，韩国也没有什么太能够去拿出手的东西，因为包含它的一个记忆体啊，现在也不是崩盘的嘛，记忆体现在也没有这么好的竞争力了，还有其他的一些半导体的竞争力啊，它其实没有这么强，但是还可以啊，目前为止还可以，它是维持5年的经济的。高科技经济的优势还是存在，5年之后就不好说了啊，5年之后不好说了。为什么？我们讲很简单的事情，中国现在的 DeepSeek 已经可以摆脱了这个所谓的那个什么叫做英伟达它的 CUDA 的那个技术层面，它可以专门使用华为的升腾，用中国的技术去运算了。那么我可以用中国技术去运算，那么其他部分的东西我就不一定仰赖这个所谓的欧美的体系啊，或是你这些日本、韩国的体系来去做。你说日本还是有啊，有些可以撤走中国，但是韩国东西啊，5年之内啊，中国还是追不上。但是那我相信也是在5年之内的事情，大概也就是可以结束的事情。而这样再看起来来讲的话，那是不是我们日本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样的空间呢？啊，我们先休息一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不然我一讲下去我又忘记了。大家再问吧，我们还是聊聊天会比较好，好吗？老师，2026年以后开放陆客来台吗？2026年会开放陆客来台吗？中国已经开放了啊。中国已经开放了，不是吗？中国在福建、上海，还有一个地方忘记哪里了，好像福建跟上海吧，它是有条件的开放赴台旅游啊。中国已经开放了，哎，那你说我们国家能不能开放呢？我们国家的开放当然是最好啊，我们中华民国的开放当然是最好啊，因为有人进来消费那都是好事，你知道吗？哎，但是我不是很建议你们来这个大陆的同胞来台湾啦，那个来找我可以啦，但是我自己也会送上门嘛，所以你来台湾我不晓得好处在哪里。哦，这个基本上，我之前我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我去过中国，那时候去找一些老铁啊，那个老师的风头正盛，对不对？那时候我是世界第一，啊，那时候世界第一啊，对不对？那时候人家跟我讲啊，来了台湾啊，不来台湾一辈子后悔
啊，然后来了台湾后悔一辈子，也实在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说真的啦，台湾现在真的观光业来讲啊，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啊，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你要说就太鲁阁啊，太鲁阁这些地方 OK， 你说台湾的夜市吗？我说真的啦，台湾的夜市你跟那个什么西安的那个所谓的回民街啊，或者是你那个跟那个每一个城市的什么杭州啊、北京啊，什么中央大街还是什么黑龙江中央大街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你他妈的，你根本就是在那个什么上海的南京东路步行街，对不对？他妈一样，因为每一个台湾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吗？这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啊，没什么特别出彩的。那台湾的夜市，对不对？跟回民街一样啊，回民街就四样嘛，劲糕，然后呢就是什么肉夹馍，然后还有什么？我突然忘记了，说劲糕肉夹馍，就整台有那个什么臭豆腐，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忘记了，就那4个东西，整条回民街都卖这4样东西，就4样，没有多的，就是这4样。台湾多一点啦，然后就是臭豆腐、蚵仔煎，然后串冰，然后接下来的东西就是轰炸什么骰子牛，哎，能够讲出来的东西不多，要炖排骨，可能台湾多一点，对，台湾可能还多一点，是不是？但是呢，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台湾的观光的文化其实是真的是蛮少的啊，真的是蛮少的。其实我们竞争力其实没有这么强大了，我们还是需要能顾好我们自己的科技人才啊，还有我们的创意人才，那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好吗？说开放台湾呢，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政府的问题啊，那不是对岸已经开放了，好不好？对岸已经开放这件事情了，好像从7月1号开始6月1号开始吧，那个都已经开放了，好吧？那就看台湾自己能不能去接受这件事情。好，那我们接下去哈，还是要把它讲一下哈。所以说那个事情是不是代表是说你这个日本就是未来就没有发展空间了？当然也不是，也不是。那日本的百姓过得很痛苦，那也是真的。但实际上日本有没有办法去绕开这个东西，让他们自己经济给发展的？这其实我们今天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所以有人认为日本经济会完蛋，老师也这么认为。但是短期之内它立刻完蛋是不容易的。那首先是什么东西呢？因为现在日本呢，我们还是知道它有所谓的光刻胶啊、细晶圆啊、精密陶瓷这些东西啊，它还是在领先的地位。所以说现在 AI 时代 ，AI 越去强，那么这些所谓的细晶半导体啊、光刻胶啊，就缺不了日本的供应啊。因为日本光刻胶你要做 AI 算片晶片，你得要它嘛，不然你爱斯摩尔这个光刻机来，你没有光刻胶你也没屁用啊，是不是？那没有用的东西啊。所以说它还是必须要它，但是呢，还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东西只是在这几年里面日本站成领先的定位，这不是老师光替中国说好话，不是。就刚光刻胶来讲好了，中国其实是在实验室里面是已经达到12奈米的光刻胶，他们是可以自产的，已经可以去准备量产。准备量产不是已经量产的事情啊，它是可以准备量产的状况。那么已经可以准备量产状况的12奈米已经可以了，它一旦量产过去的话，那么它下一个东西就是6奈米、5奈米的光刻胶了。那5、6奈米的光刻胶如果已经可以达到了，那么它再往下3奈米或者1奈米，那已经不是重点了，重点是它什么时候推出来而已啊，并不是不能够达到的事情。而且各位要注意到，中国现在的科技发展是非常强大的，包含了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就是说你那个装甲机器人哦，装甲机器人它是可以一拳打掉墙壁的，对不对？那个人站的装甲是不是？那这个东西啊，人家说啊，你这个铁架子而已啊，那什么好厉害的啊？我都会去看那些所谓的某种颜色的哦，那个翠绿上的颜色的论坛啊，那是空架子啊，不是什么空架子，人家只是不能把它军事化，它是民用运输设备的方法去做。但是你要知道，一个这么大的机器人啊，它能够人坐上去，但还能够往前行走，还不跌倒。这个已经是非常了不得的，而且你要特别去注意到是什么呢？它那个机器人还可以立刻变身去坐下来，可以不能说趴下来，变成4足往前移动。这个东西都已经准军事化可以去做了，好吗？它现在障碍在哪里？其实不是在于它有没有办法去做装甲的问题，而是它身上的能源系统怎么供应。哎，你不然就是像 AVA 一样，后面插个电线啊，那可能还行。现在问题在这里，关键是它的电线的问题，供电的问题，它的电池能不能撑得起装甲？不是在于它技术能不能达到装甲机器人的问题了，好吗？各位你要去理解啊，它现在如果身上装了装甲，它还可以帮个火箭往上飞，达不到的原因呢，只有电力的问题。但是如果像 A 把出号机一开始后面插个电线的，我告诉你，它很多事情是可以做。你不要说老师机器人还插电线，你搞什么鬼呀、不是找自己麻烦吗？你错了，我告诉你，你没看到乌克兰上空那些无人机都是后面带了一条光纤往上外飞的，他们是拉了光纤的线往前飞去侦察的。打掉人光纤就落在地上，也不会降解。现在乌克兰土地上很多的这些玻璃线、玻璃光纤线，对不对？当然，那光纤线一火一烧就断了啦，那也不是说它造成长期的污染，但是它的确是带着线去走的啊。无人机现在带线去走的，你不知道而已啊。台湾信息茧房，你很多不知道，他们的无人机是后面牵了一条光纤的，对不对？你就是去传输出来，
第一个你不会被人家无线电波打下来，第二个你没办法无效化，第三个传输数据超级他妈稳。对，那完全是好处的状况之下，你拿什么办法？无人机都可以用带着光纤线往天上飞了，那你机械后面插个电线跟 EVA 一样，那不是 OK 吗？哪一天再吃一个死猪就可以暴走了吗？对不对？所以那是可能可以达到的一个事情啊。所以不要看人家中国的发展，说他这几年之内，他能不能突破日本他所谓现在能够提供的出来这些精密陶瓷啊，或者是光刻胶，或者是细晶圆之类的，我觉得5年之内，那对日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但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去讲是说，那这个状况之下，那中国现在对日本进行了一些稀土的一些供应，那日本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去发展了？那也不是啊，不是日本，他们是一个有高度智慧的国家，好不好？我们必须承认，日本的生意人啊很厉害，一把照，他们上班族啊非常优秀，对不对？这个社畜啊优秀之非常非常之优秀，绝对我们不用去小看日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日本用的企业就很简单，我化整为零，我在日本干不下去，你能不能他妈禁运我啊？没问题，对不对？我打散我所有的供应链，我全部往东南亚、泰国或者任何的一个地方，我在世界各地呢，你跟中国友好的国家，我在当地跟别人合资企业，对不对？合资企业是什么呢？你一半我一半，是不是？大家一起工作都可以争一点划算，是不是？那这个状况之下变成合资企业了。这些国家的进口稀土是不是就可以比日本还要来的轻松？那这些稀土进口到那些其他国家会不会运回日本呢？不需要运回日本啊。日本拿稀土干什么？就是为了要赚钱啊。它可以在这些东南亚的地方或是非洲的地方，我直接生产好商品不就好了吗？半成品已经做成半成品了，我回到日本再加工一下也就 OK 了。会懂老师意思吗？所以日本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它也走一个全球南方的一个计划啊，到世界各地建半导体、造船厂、挖稀土矿啊，比如他跟澳洲现在合作就是这样。所以说他们很明白，就是说我自己干不到，没关系，我化整为零，对我到世界各国去布这个局点，那这个东西就变成还有它的一个优势性，他们的一个变通性是很大的。所以说啊，日本现在即使它的稀土啊，比如说加锗、石油、天然气，都不是日本自己有的，但是它只要化整为零，在其他地方去做都可以达到的事情。但是它有没有一些限制在呢？有，为什么？因为像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啊，日本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来的 AI 大模型。这日本有没有自己 AI？有自己 AI，但是他们基本上它是没有办法，没有一个可以跟目前的，比方说 Gemini 哦，你连 DeepSeek 你都算不上，你只能把 DeepSeek 拿回去自己用，但是你核心你也不是你自己的。所以日本自己并没有他自己的大模型系统哦，他们没有所谓像美国这样底层算力。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晶片还是有受到限制的。说它也没有全国型的大模型系统，不要说日本的，台湾也没有，对不对？我们台湾有发明自己的一个点线面而已嘛，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是说点面线啊，我们没有办法有自己的 AI 大模型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呢，日本的一个科技啊，除了它有上游之外啊，它自己中间层就已经断层了，它只能拿其他人来去做一个拼布一样啊，缝补变成自己可以用的，但是那也只在堪用而已，实际上你是不能够去用的。所以这个东西啊，其实对日本来讲是有影响的。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说中国跟日本即使在打得再凶，日本也有办法化整为零，在世界各国去做。所以说他在世界各国去做的时候啊，它有几个缺点。第一个，日本本土它就变得很弱了。但是第二个好处在哪里呢？第一个坏处一定是有日本本土的发展性受到极大的影响。那么好处就是在哪里呢？你日本到世界各国去做合资工厂之后啊，那就也等于他把世界各国的钱最后都会汇回到日本里面去。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这些企业它不在日本里面创造 GDP 了，它反而去做了一个 GNP， 对不对？变成是说，我平均起来我们每个人赚很多，但有没有收到呢？是不是？比如说我跟金立老师，对，两个人加起来平均有一颗睾丸，一样的意思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是说，他把世界各国的钱开始把它汇回来，然后提高他们自己本身的经济的强度的表象是有，表象实际上是没有，因为他们本身的内部的工业是已经没办法太好发展了，因为被制裁嘛。所以他的钱一直不断回到日本。那这些钱回到日本有什么好处呢？很简单，一个好处是什么呢？这些钱回到日本之后啊，这些赚到钱的企业，他把这些世界各国所赚到的钱拿去买日本的公债。买日本公债是为了什么？就让日本的公债用新债还旧债。那么你是不是让你自己国家可以短时间之内不会太快的崩跌？各位懂吗？这个日本的智慧，我们是必须要去肯定它的。所以说他们厉害就是他们所谓的综合商社，把这些钱全部汇到日本来，那日本自己有钱继续维持他百姓基本的生活。比
比如说这样子讲好了，日本现在通货膨胀很严重，但是超商有没有还卖个100-200块日元的饭团？如果有，百姓就不会轻易的造反，因为我还可以买到100-200日元的饭团的时候，那么我就还有一口饭吃。那造反这个事情一时半会儿我还不会去做，就懂老师意思吗？哪怕拉面涨价很多了，因为拉面的荞麦粉啊，或者是那些面粉它是进口来的，它是很贵。但是呢，你饭团这个东西，哎，如果还是可以维持到最低价，还是有廉价商品，100元日元的不行，那150日元的呢，或200日元的还能够维持，那么百姓再怎么不满，他也不至于去反政府，因为很多事情就变成他们中央有去补贴，那这个就变得很重要的事情。而日本来讲的话，我们也知道，刚才讲的是说，所有的高科技啊，未来比如说10年了，我认为5年之内啊，就会大部分被中国取代。所以日本它现在也能够做到的事情啊，除了在世界工厂之外，它能够做到的事情是什么呢？各位你要去注意到这些老师讲的事情。日本它现在除了是说他们世界各地盖工厂，它也是一个仿照它过去泡沫时代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日本到现在为止，它还在炒不动产。哎，你就说日本哪有炒不动产？日本炒不动不动产了。对啊，日本炒不动不动产，但日本人可以炒得动啊。懂老师意思吗？他说日本人可以炒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哦，日本啊，截至2024年底啊，日本是连续33年啊，连续33年稳居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它的海外扩厂、买股票、收购资源啊，这些东西都是去做的，因为它还包含了买他们地皮、工厂，还有他们的一些不动产。所以它在世界各国。不像过去一样，你只针对美国去薅。之前日本说他可以把整个纽约买下来，对不对？他不断去薅美国的地产，最后反而他自己被薅了，对，被人请君入瓮了。他以为人家以为是说美国引狼入室，让日本去买美国纽约的资产，没有了。其实美国是请君入瓮，让日本把钱吐出来，然后让美国房东赚饱饱，然后日本垮了，他们就把它买回来。所以日本现在不犯这个错了，他到很多地方去慢慢去买，买了让你不痛不痒。对，买了好像你有点资产，但是又没有很多。但是我分了很多个国家来看，所以说呢，它有这么多的在海外的一些不动产的资产，那么他们也可以当他们自己的敌。为什么不动产在某些国家还是很看俏呢？因为其他国家，你不要说在中国、日本、韩国这些地方，其实很多地方啊，他们的生育率还是在维持住的。你只要有生育率维持住啊，比如说你每一家里有2-3个孩子，那么你的人口基本上你不会往下降的。台湾是往下降的，说台湾不动产一定是完蛋的。就像现在台湾的所谓的这个准备要爆出来这些这个新青安的这些卖潮一样道理。我前几年跟各位讲过了，不要参加新青安嘛，你参加新青安你就稳死的事情嘛，对不对？你只要买新青安你一定完蛋。哎，当时有人说不可能，哎，新青安台湾房不但一定涨，你看现在涨不涨？新成屋涨，二手市场你动不了。那后面新青安到期了，一个一个开始甩，开始卖，为什么？我原来一个月只要付1万，现在叫我一个月付4万，你叫我假晒哦，干，对不对？我哪办法付缴得起啊？我一个月付3万8。然后你他妈叫我缴4万了，我当然卖啊，卖得掉啊，卖得掉啊！你要卖得掉之外，你还要能够知能抵债啊，会懂老师意思吗？中国现在很多的问题是资不抵债，我33万买的一个房子，现在只值个10万，那我现在资不抵债啊，那我只能继续还呢、对不对？但是中国可以继续还，就是那有些人可以继续还，那你能够继续还吗？是不是4万我能够继续还吗？啊，老师没有办法，我再继续再换转贷到另外一家，人家把你路封死啊，不让你转贷，不让你再有一个5年的豁免期啊。或者那个叫什么期宽限期啊，对不对？讲了你要听，不要让自己陷入到危机里面啊！现在很多人陷入危机了，但是我希望我的粉丝应该都比较聪明啊，应该都没什么陷入这个危机的。所以说啊，日本他在其他地方他买这些不动产呢，他们那些地方他们还是会地价还是会涨的，因为他们生育率没有降。那生育率没有降的状况之下，他们要有就是这些有效资产，那一定会经过他们自己的通膨，那他们的这些地产还是会赚钱。他说他无论留或是卖，或是来盖工厂，或是出租出去，都很厉害，他们都可以获得这些利益。所以日本啊，它有很多的，比如很多的一些地产商啊，他们在世界各国都有买地产，然后出租这个行业，这是很厉害。日本做这个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这些企业，它即使不在日本去当成主力，它在世界各国还当主力，所以它还是可以吸世界各地的资金，不能说吸血，因为它实质给其他国家一些产能上的帮助。日本，你说真的要去失败，它最失败在哪里？就是在印度嘛。在印度谁去都蛮失败的，好不好？现在印度没有人赢的，那只有印度人会赢啊。你其他人不要想赢啊。日本垮了，韩国垮了，中国垮了，台湾也垮了，对不对？你只要去到日本，去到印度啊，谁都垮，那不跟你讲道理的事情，好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日本还有没有办法去维持他自己的能力呢？
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到事情是对日本有利，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日本自己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事情是什么东西呢？很简单，就是他们的百姓已经没有办法去维持他们高精致的人才。就现在日本结婚的小孩也是不婚不生，我躺平。躺平这个事情，我告诉你，那还不台湾发明，也不是大陆发明的。躺平这个东西，日本第一啊，对不对？我草食男，是不是？我根本就不交女朋友，对不对？我也不上进，是吧？我在家啃父母，有妈啃妈，有爸啃爸，没妈没爸，我啃你遗产，对不对？不然我就打个零工，勉勉强强维生活，是不是？哪一天在家里自己昏倒了，那你醒来就没事。那我昏倒了醒不来也不关我的事，反正我都回不来，对不对？所以草食男的那个，在日本来讲，它形成了断代的一个危机。那么日本现在有一个断代的青年危机，怎么去处理呢？日本还是可以处理，厉害吧？日本还是有办法去处理，但它能够维持多久呢？它处理方法是怎么样？鼓励70岁以上的再就业，对不对？甚至他们把自己现在的企业里面尽量把员工聘雇到70岁，是不是？过去你可能50岁、55岁退休了，那现在尽量让企业聘雇70岁，或是呢，你让70岁出来再就业。很多的居酒屋出来是阿嬷，开那个计程车很多是老爷爷，对不对？你70岁以上继续让你干活，那么你有办法干活，你就可以给你孙子一碗饭吃嘛。所以他们的做法很简单，年轻人干不了，老年人继续干，反正老年人经过昭和时代，那么都是很厉害的，都是可以很能够撑的，是不是？比如说令和时代、昭和时代他们还活着了，是不是？我就撑，我一直不断的去撑，那就80岁继续在那边捡那个资源回收，或是在那边去开一个店啊，帮你端盘子啊，帮你煮拉面，都可以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只能够是说尽量让上一代的继续维持下去，来去弥补了你可能在00后00后或10后这些躺平的世代，希望能够把它覆盖过去，期望可能未来的20后能够更强大。这个指的他们是在延后这件事情，说真的他们也是很努力的让前面的人继续努力嘛，对不对？后面的人就躺平一点。那再来就是说呢，那日本现在能够做的事情，还有就是说他们自己的所谓的养老计划、养老的一些经验，所以他们对外输出养老的这些模式，比如说自动化的去照顾一些阿兹海默的一些老人家或者是一些看护的系统或者是一些养生村的一个营造他们也是把养老文化去输入出去。所以说他们未来去做的事情就是一个软文化、软设计，但是问题在这里了。软文化、软设计这个事情去做，它本身能够创造的就业率就不是这么的高，产值就不会那么高，利润也没那么高。为什么？因为这些所谓的软实力，你说养老计划或者其他这些事情，用人去做的事情，你的产值都有限，很有限啊，是真的。工厂一开，咣咣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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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钱，对不对？你扛一下冲床，每次冲都是钱。但是你去照顾一个老人家来吃一下这一匙不算钱，因为他是按日计洗的，吃这一匙没有钱。对不对？但是你在冲床里面看都是钱。对吧？日本的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能不能输出它自己的一个事业模式？可以，那是可以的。但是那未来的这些所谓的软实力的事业模式呢，它能够营造给日本的利润就不高。所以日本呢，它只能慢慢老去有人是说呢，它是不是走向了美国的模式？其实并不是这么讲，应该说呢，它现在走向了木乃伊跟僵尸的模式，就是慢慢的干枯，慢慢的维持它自己的形象。但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太好的实力去说恢复之前的所谓的大日本帝国的荣景，因为他的本身的百姓的素质是没有办法维持的。各位，你之前也有听过所谓的神似少女，现在还有所谓的东横 Kid， 那些所谓的流浪的孩子越来越多，这是代表什么？那80后、90后养孩子的意愿不高。各位，像董老师意思，无论是神似少女这些少女，或者是所谓东横 Kids， 这些都是只有10来岁的青少年、青少女。这些人就10来岁，他的父母不是80就是90，那他如果不能够达成这些，不能够回家，代表日本的80、90这些宽松世代的人已经没有办法养育好孩子。那么你怎么期待在这个宽松世代的下一代00后的，现在已经最大26岁了，00后的人他又如何能够养育下一个精英日本呢？精英日本跟董老师意思吧，就是很有能力的日本人呢，就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好不好？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去理解它整个经济的一个变化动迁。那最后一个我还没讲到，靠腰，我觉得乌克兰是还来不及讲，糟糕了。看各位有什么问题莲花饭店什么东西？底层没办法取代美国价格，那没办法。犹太人算强这个我不太理解。日本之前搞韩国不给光刻胶。韩国的光主就突破，对，就这个样子。你除了韩国没什么用，韩国还是很厉害的，好吗？韩国上班也是不用看时间的。未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构想有机会重组吗？
中韩可能可以，日本难啊，日本难啊，日本很难，除非日本在这台湾问题上面呢，它采取的是一个赞同的路线，就是在同意台湾是可以跟中国和平统一的，那么它就有机会重启。那这个就是很大的打折，他们这个就是要把安倍晋三的脸啪啪啪啪啪给他几个耳光哦。那这个东西就要看日本本身，他只要支持中国的一个策略，那他就解禁了，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如果说日本在巴西买了很多地，在南美洲秘鲁都做啊，总统坐在选，然后这个都是他们的一个策略，在这个地方，好吗？中国网站跟日本反被撸就这样，不要在日本，不要在印度反被撸啊，在中国也被撸了。日本宽乐教育影响的很大哦，日本现在宽松时代已经结束了啦，哦，日本现在其实在新一代的就没有那么宽松了啦，好吧？宽松教育呢是因为上一代太辛苦，他们就觉得下一代要幸福，所以下一代变成宽松教育。但是宽松教育完之后发现这样不行，所以现在也在收紧了，所以也没有一直宽松下去啊。那个宽松时代大概就是80、90吧，80、90那个湘南暴走族那个时代，好吧？那个湘南暴族那个鬼走英吉那个时代才有办法，对不对？你在到后面那个时代，其实基本上慢慢的缩减，你会发现这个宽松时代实在是对日本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教育现在是有改革的。但是改革状况之下，你没有办法把那些宽松时代的父母变成一个合格的父母啊，对不对？那个没有办法的事情。最后，我们跟各位借一个5分钟的时间，我们讲一下这个乌俄之战啊。乌俄战这个事情啊，其实就关键在于是说，你普丁现在要到中国去访问，去中国访问一定是因为中美会谈之后，那普丁一定要去知道你们到底谈了什么，那他还是不是这个棋盘上的棋手？那还有就是说，乌克兰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之前有说过，在今年解决的状况概率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因为再打下去对俄罗斯来讲没有好处。你把你家的首都打下来也没有什么意思啊，对不对？你打下来也没有什么肉啦。现在基本上到现在打到这个地方为止啊，只要能够维持现在的疆界，哦，他把它占领起来，俄罗斯就算赢了。老师过去也这么讲，你只要维持现在的状况，乌东都是俄罗斯的，俄罗斯算赢了。那你就算是不给俄罗斯啊这个状况，你造成一个停火状态，就像南北韩这种状态，我停火而已啊，我没说我跟你不敌对啊，我们继续敌对，这是我们停火。我们停火而已，对不对？那这个状况对俄罗斯也是好事，对乌克兰来讲也是好事，因为乌克兰现在能够调的资源是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而且你继续去制裁俄罗斯，那对于欧洲来讲那是极大的问题。如果现在能够停火，并且解除了对俄罗斯的部分制裁，甚至它的石油跟天然气可以过去，那么这对欧洲来讲是有起死回生之功效啊！不要说这个很夸张，这绝对不夸张，乌克兰必须存在。你那个傻瓜才把乌克兰整个吃掉，你吃掉整个乌克兰，你跟欧洲直接接壤了，那么你他妈打起来的事情，你要怎么？第一个你要怎么维持你自己的疆界？第二个就是说你实在是跟波兰一些小王八蛋在一起，实在是也很痛苦。我说以俄罗斯立场来看呢，那些小国家那边叽叽喳喳也很麻烦。如果能够停在这个地方，它停到这个乌东这个地方，中间还有一大块都是乌克兰的，那你后面你这些人要怎么去跟乌克兰去索要这个战争债？那是你们的事情嘛。反正泽伦斯基他只要人不在了，无论他下台还是突然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那乌克兰总被他鲸吞蚕食嘛，那是乌克兰的事情，那跟俄罗斯没有关系。那俄罗斯自己在自己疆域里面去取得他自己要的资源，建立他自己的防线，那变成一个新的一个他自己的州，哪怕后退一点，建立到有天然防线的地方，前面有退一点，对不对？我后面维持，我退，他现在以他俄罗斯现在的状况来讲，他只要他可以，他其实他真的是往后退1/2啊，就是说他现在已经持有的地方。往后退1/2，划列疆界啊，他就算大赢，都已经算大赢大胜了。他不需要把那个所谓扎波罗热啊那些都把它占领，不用，他只要维持现在占领乌克兰的疆界的1/2啊，俄罗斯就赚爆了，爆炸了，这赚到爆了啊！那个是空前绝后的大胜利，这是苏联时代以来最大的一个胜利哦。所以我说真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欧洲愿意重启跟过境乌克兰的所谓的石油管线跟天然气管线，哪怕你从北极那边再做一个快速贸易不经过乌克兰，对欧洲来讲都是赚爆的，可以解燃眉之急。各位你要去想一件事情，要夏天了，要秋天，要夏天了，所以说对能源他们来讲是不是特别需要？那不是单纯的有没有取暖的问题呀、因为他们现在 LNG 也是够的。重点就是说，你现在考虑的事情都已经要预先考到明年春天的事情了。你不是只考虑到现在夏天好不好过，秋天好不好过，要考虑到是冬天好不好跟春天好不好过的问题了。所以现在能够停战短时间停战，能够把制裁那个削弱放松，有限的跟俄罗斯进口这些原油，那么欧洲就可以不受制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么大的影响。那么
当然对欧洲的工业来讲，还有他们的民生的用这个通膨来讲，就可以获得大量的缓解。各位就知道一件事情，俄罗斯到欧洲，它不是只有经过乌克兰，它也可以从北极圈过去，因为北极圈本来就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之一，对不对？其他每个国家都想拿北极圈的，但是俄罗斯它有本身很熟悉的航道，它直接就过去，你要运什么油、运什么东西都可以。那么这对欧洲来讲，真的是你霍尔木兹继续乱，怎么乱？那至少他们还有其他的来源。那如果你不让乌俄之战结束，你是没办法把这个东西打完的，好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就变得是形势比人强。当跟最大的公因数出现的时候啊，我们其他的一个意见都可以放一边，我们只要把现在的事情做好，那就是最重要的，好吗？好，那最后一下哈，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直播在这边呢，我们刚跟各位借5分钟，不好意思。就来说哈，我们2个小时之后，我们的春季补运法会的报名啊，我们就要截止了，好吧？我们就截止了，那一定会截止的，好吗？那我们6月份啊，就下个月啊，我们会推出《西游记》的全集有声书，不要急着买，你先听老师给你看了3集、5集的免费的，你觉得有点意思哦，你再买啊，699而已，好吧？699而已，很便宜的，好吗？很便宜的，讲那么多才699，对啊，有声书这样嘛，长期卖嘛，对不对？还不是一个时间的事情，任何人你不想学命理，你都可以去听，好吗？7月份我们会做中文的简体跟繁体都有的姓名学，那你能够看到别人的名字就知道他这个人我能不能谈啊？如果你有经营事业，这很重要。那英文的有没有姓名学？我先不做英文了，好吧？我先把中文的学会，好吗？英文的也有，但是英文的复杂性比较高，因为你有不同的拼音法，那个暂时先不看，我们看中文的。然后易经课程呢，在9月前会推出啊，教你怎么去看易经卦啊，怎么去引用，大概至少都64集到70集啦，好吗？好，那最后呢，各位如果你有什么愿意上老师，可能在5万块以上的，教你如何开发系统的，我把我这一阵子开发系统的精神告诉你，你来参加的，你先告诉我你要开发什么系统，你要什么目标，你来我这边，我会教你怎么样把你系统开发到可用的地步哦，你自己就立刻可以使用。哦，那至少你的系统跟网络上是有关系的啦，因为你现在跟网络上没关系，你他妈也没什么屁用嘛，对不对？开发到网络上你可以用的，或是把 AI 引入到你的试验，开发你自己的系统，不是很建议把 AI 导入到你旧有的系统，因为旧有的系统它会有所谓的隔离性啊，你没办法把原来别人的系统引入 AI，因为他们自己有锁码，你破了就是破坏人家智慧财产权。我要的是说你有开发新的系统的，开发一个系统没有几十万台币、上百万台币你做不到的，那你来我这边可能5万块、6万块的课程啊，你上个1个礼拜，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去开发，我会陪着你开发，开发到你觉得可以开始用了，那是不是就这很大的重点？好不好？这个东西看各位有没有意愿了啊？有意愿的话，我跟金老师商量啊，因为有时候有些课必须他教，不是我什么都会，那他才会的事情，好吗？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All right。没我打不成8年抗战啊，这个我就给你确定好，那8年抗战是对他们是不可能达到的，好吗？好，拜拜。